2月14号，一张来自中国大陆基层的通知截图在海外 X 平台疯传。某地粮食局家属院网格员要求各社区立即拆除所有"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相关标语，并全程拍照留存。这句曾经遍布全国，被视为习近平核心执政理念的代表性语录，为何突然成了需要低调销毁的敏感物？同一时间，军方高层异动传闻不断，空军司令常丁球上将怀疑在留置调查中猝死，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缺席多场关键活动，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落马，习近平军中大秘钟绍军悄然免职，去向不明。基层的自保式拆除与军中将领的快速非正常消耗是否指向同一信号？年末政局风向骤紧，权力核心动荡外溢。当打江山坐江山变成需要存证销毁的内容，这究竟是话语层面的止血修正，还是去个人化符号的权力降温前兆？军中清洗又将走向何方？本篇为您梳理最新事态与可能解读。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2月14号，一条来自中国大陆基层的信息在 X 平台上引发关注。根据多名网友转述和截图显示，某地粮食局家属院的网格员当天发布通知，要求辖区内各社区拆除一切含有"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字样的相关内容，并在拆除过程中全程拍照留存。通知没有标明公开文件来源，也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对拆除和拍照留存的要求写得非常明确。有大陆知情者表示，这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上面有要求，只是以网格化治理的方式往下传达。这一动作很快引发关注，原因在于被要求拆除的并不是普通的宣传标语，而是一条高度个人化的习近平代表性语录：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收录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原文表述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段话在2020年之后被中共官方反复引用，长期作为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核心象征性语言之一，张贴在各级党政机关宣传栏，成为政治学习中的高频语句。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和习近平个人形象高度绑定的政治符号。正因如此，对这句话的拆除行为本身就极不寻常。如果只是标语更新，理论上完全可以用更换、调整等方式处理，但这次的操作却呈现出3个耐人寻味的特征：一、明确使用拆除；二、要求全程拍照。因此，这更像是一种低调执行但必须留痕的政治动作，而不是普通的宣传口径调整。接下来说一个对大家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非常受欢迎，常常卖断货。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和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后他2个月没服用，而他长期睡眠不足，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做成果冻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
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目前至少存在2种完全不同但都说得通的解读路径：一是中共当局发现了这句话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把中共欺压人民的本质给说了出来。这句话的完整表述常被概括为打江山、坐江山，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因此，从字面上来看，如果江山就是人民，那么打江山其实就是打人民，坐江山也就是坐在人民之上。舆论认为，中共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欺压、盘剥百姓的真实嘴脸给说了出来。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民生压力加剧、社会矛盾累积的背景下，这句话容易被反复对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拆除行为就是一句话语层面的止血和修正。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去习化的前兆。这种方式历史上并不陌生，在中共政治史上，当领导人被抓或者领导人的权势开始退潮，那么他之前的题字等个人化的象征都会被系统性清除，甚至淡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在他权势最鼎盛的时期，毛的大型雕像、语录标语、画像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工厂、学校和公共空间，形成高度可视化的个人崇拜标志。但是在毛泽东去世、政治路线被重新评价之后，这些象征性的元素大多被陆续拆除。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毛纪念堂等因政治和历史原因无法拆除之外，其余大量地方性的雕像和语录标语基本退出了公共视野。这并非对个人历史的否定，而是一种对个人化政治符号的系统性降温处理。类似情况在较近年的政治实践中也曾经出现。胡春华在一度被外界视为储君时期，相关宣传、标语和政治表述也曾经明显升温。据坊间传闻，在胡春华没有按照原定的节奏进入接班序列，政治定位发生变化之后，这些象征性的表述就以重新布置、翻修为由撤了下来。因此，在这个视角下，拆除习近平语录就不再只是止血、避免笑话这么简单，而是一种权力正在被降温、被去中心化的象征。如果说基层悄然拆除习近平标志性语录，反映的是权力象征和话语体系的降温，那么军中近期接连爆出的异常事件，则直指实权层面的动荡。在这一轮军方震荡中，最具冲击力的消息来自空军系统。据独立时评人爆料，中共现役空军司令员上将常丁球在留置调查期间突发心梗猝死。虽然相关消息还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证实，但由于涉及现役军种最高主官之一，迅速在海外舆论场引发高度关注。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它的含义极为严重。这意味着，即便是参加过中共4中全会的将领，也已不再处于制度性安全范围之内。那么，究竟是谁对常丁球下了狠手，成为外界无法回避的疑问。常丁球并非普通将领。公开资料显示，他出身空军飞行员体系，长期在一线作战和指挥岗位历练，历任航空兵师长、战区副司令员、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等要职。2021年，他出任空军司令员，在54岁时晋升上将，成为现役军官中最年轻的上将之一，也是空军系统中少数仍具上升空间的核心人物。在习近平推动军改、反复强调能打仗、打胜仗的背景下，像常丁球这样出身飞行员、作战履历完整的将领，一度被认为符合习近平对军队专业化、年轻化的用人方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突然出世才显得格外突兀。然而，把常丁球的遭遇放回更大的时间轴来看，就会发现这并非孤立事件。截止到2025年12月底，从中共20大至今，
理论上仍然应该在位的现役上将约为35人，但目前外界能够确认活动正常、未出现异常状态的仅剩约12人，比例约为33%。换句话说，在这短短的几年间，中共高层将领群体中已有将近2/3处于非正常状态，或者被调查，或者失联，或被免职，或长期缺席公开场合。这种消耗速度在中共军史中极为罕见。更值得注意的是，出事的并非边缘人物，而是直接掌握实权的核心层级。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到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政委徐中波，再到如今传出猝死的空军司令员常丁球，这些人横跨军委层、军种主官层和战略军种系统，如此密集、如此高位的出局，早已超过一般反腐或人事调整的范畴。军中异常最直观的观察窗口之一，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出席画面。对比2024年和2025年，差异极为明显。2024年，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上将包括张又侠、刘振立、张生民、董军，以及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理论上应该到8人，10到7人。唯一缺席的何卫东，当时因为出访古巴没能出席，尚未出事。但是到了2025年，同样的会议上，出席的现役上将却只剩4人：张又侠、张生民、刘振立和董军。缺席者中，何卫东和何鸿钧已在4中全会前夕被官宣落马，王仁华和许学强则未现身，去向成疑。其中，许学强的缺席尤具指标性意义。他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3年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缺席了今年10月的4中全会。这次又没有按照惯例出席经济工作会议，并且还缺席了在11月在三亚举行的中共航母福建号服役仪式。缺席多次重要场合，出事的信号相当强烈。而早在10月18号，时评人蔡胜坤便已经对外披露，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已经出事。多个时间点和事件交叉印证，使外界普遍认为许学强出事已经基本坐实。这一轮震荡并非止步于装备系统，军校系统同样未能幸免。除了许学强之外，蔡胜坤同时点名的还包括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和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并且还有上百个将军还在后面排队接受审查当中。20大之后形成的所谓的习家军，基本上是被歼灭了。其中，钟绍军的去向已经获得多方信息验证，他已经不再担任国防大学政委。作为曾经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的人物，钟绍军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心腹中的心腹，几乎掌握并参与了习近平任内所有重大军事人事和内部运作细节。这样一位人物的悄然失势，本身就已经释放出极为不寻常的政治信号。从常丁球的猝死传闻，到上将群体的快速缩水，再到装备系统、军校系统和习近平核心亲信的接连出局，中共军方正在经历的已经不再是零星事件，而更像是一场层级极高、频率极快、范围持续扩大的内部整肃过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开始悄然拆除习近平标志性语录的动作，才显得并非孤立，而是同一权力变化进程中的另一个侧面。这场变化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又将如何收场？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